Hello， 大家好。现在大家看到这一份员工出勤记录表呢，就是我今天想要分享的范例。那我们来看到呢，这个地方有个年度，那我可以利用这个箭头去调整，我要往上一个年度或下一个年度。那月份这个地方也是一样，可以往上一个月份或下一个月份。好，那我在调整的时候，大家应该有注意到下面的日期，就是这边是1号到30号。那如果我往上一个月份7月份的话，就会自己抓出1号到31号。那如果我们找到的是2月的话呢，好，你会发现这边它就自动到28号。那再来呢，2024年它是一个闰年，然后如果是2月份的话，它就会自动判断是29号。所以呢，这个日历它就会自动去帮你抓出这个月到底有几天。那等一下我们会需要用到一些函数，所以今天呢，其实这个范例也不会太难，也不会太简单，那希望大家可以耐心的看完。好，那我们现在再回到2021年，然后你会发现2月份这个有年假，那只要是国定假日的话呢，它也会自动判断出来，然后呈现红色的颜色，你就可以不用去进行排班。好，那我们再看6月份，现在是6月，所以6月14号呢是端午节，这边它也是可以判断出来是假期。好，那我们可以在姓名这个地方呢去点下拉式箭头，然后点它是午班啊，或者是早班。好，然后呢它哪一天休假可以排休，那排休的部分也是红色的这个底色跟白色的字体，可以比较明显。好，然后到了下一个月份呢，我们可能要把这个班表给清除掉，所以我们只要点按上面的清除，好，就可以回到一份很干净的报表。所以今天的教学呢，就是我们会带同学把这整个报表呢完全的制作一遍。好，那大家一定要记得耐心的看完哦。好，那我们就准备开始咯。那我现在呢表头就先做好了哈，那我想这边也不会太难，大家就是跟着老师一起把这个表头做出来。我们先来做旁边这个箭头，那我们在上方可以找到开发人员的这个功能。那如果你没有开发人员的话，你只要在功能表这边按右键，然后自定功能区，点进来之后，好，我们看看开发人员有没有打勾，这个要打勾。那打勾的话，你上方就会有这个开发人员了。好，点它之后呢，我们要选择的是插入，然后选这个微调按钮。好，然后在这边拖移出一个你想要的矩形。好，那好了之后，我们马上点按这个属性。那属性进来之后，好，你可以跟他讲最小值是多少。那我们现在是2021年嘛，好，所以最小值就是2021。那最大值就看你要到哪一年咯。好，那我就2030好了，我们做个10年。好，那递增值就是1。好，再来是连结的储存格，我们点按这里之后再选择希望这个储存格，好了之后再按下确定。好，然后空白处点一下之后，你可以点按看看哦，这是增加减少。那如果你有想要调整这个箭头的话呢，这个物件你只要在它上面按右键，出现点点点，你就可以在这个上面看到一个十字，然后就可以做移动。好，然后我希望它的高度稍微高一点点。好，然后这个点它右键，然后调大一点点。好，假设这样子，好，移过来一点。好，就这样。那6月份我们也是一样的做法，那你也可以在这里按右键，然后复制。好，然后旁边右键贴上。好，然后一样按右键，然后找到属性。属性进来之后，1月到12月，最小值就是1，然后最大值就是12。好，然后连接的储存格我们要改一下，这一个格子。好，然后确定。好，然后你就点点看，我们到6月。好，那再来日期的部分，这边呢我们要学会一个函数，我这边就不是从1到31了，因为我们是希望它可以自动判断有没有闰年啊，然后自动判断2月到底有几天，所以我就不建议大家直接拖移到31，那是比较简单的做法。好，那这边呢我们来介绍一个函数，就等于，然后 DATE 左括号，然后里面呢会有3个区间。好，第一个要放的是年，然后第二个放的是月，然后再来就是日。那这个年呢，我们就是要拿这个把它放进来，然后月就是这一个储存格放进来，然后日的话我们就是1号，就打一个1就可以了。那这个格子呢，年这个地方是C1，然后月就是 I1。好，那因为等一下我们只会在这个地方呢放上6月1号的日期，所以我们只要在这一格处理就好了。好，那我们就在这一格呢，这边就是等于 DATE 左括号 date， 然后你给它年的位置，然后逗点隔开
月的位置，然后逗点隔开，然后再来是1号，自己打一个1上去，然后右括号 Enter。 好，那好了之后它出现井之号，因为我把这个宽度拉得比较窄，所以它没有办法呈现完整的日期，你拉宽一点就可以看到它是6月1号了。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只要一个天的格式就好了，所以如果你的格式呢是 YYYY， 4个 Y 它就等于是2021，那如果你的是MM， 那就等于的是06，然后如果你是 DD 就是01。好，那我们现在呢只要一码的，所以就是我们只要取这个1号就好了，所以只要一个 D 的格式。好，所以这个储存格呢，我们只要点按这个数值，那数值进来之后，在自定这个地方，然后调整它的日期格式是 D 就好了。好，然后确定。好，那宽度把它稍微调窄一点点。那隔壁这个日期是2号，对不对？其实原则上应该是等于，然后这里去加1就可以了。好，那加1的话呢，你会发现，它就是6月2号嘛。那我们一样给它格式，就是一样是日期格式，用拷贝的复制格式给它。好，那如果我们把它拉到30号过后呢？好，你会发现30号它到了7月1号它还是会呈现出来。那这边我们想要利用函数的方式去控制它，就是如果不是非本月份的它就不要出来。所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函数，就是如果这个 month 呢就是把月份给抓出来，所以呢如果这个月份如果不等于这个月份的话，那就不要呈现出来。所以我这边就会放的是，如果呢 C3 加1，如果等于这个位置等于 I1， 那如果呢是等于的话呢，那我们就可以我们再给它一个条件去判断。所以 if 如果这个月份呢加1天会等于6的话，那我们就条件成立，我们要秀什么呢？那就是直接 C3 加1啦。那如果条件不成立的话呢，在下面我们就给它一个空字串这样子。好，那我们就来下这个函数。好，所以这边我们再补一下如果 if 好取月份month， 如果这个月份呢，这个 C3 加1天把月份抓出来之后，如果是等于这个位置的，那因为等一下我们要往右拖移，这个位置是固定不变动的，所以你记得按一下 F4 锁住。好，条件成立的话呢，我们就是把这个日期去加1天。那如果条件不成立的话，我们就修空字串就好了，右括号 Enter。好，那我们再把它拖移到最右边，看看变化。好，你会发现这个7月1号它就隐藏起来了。但是呢还会遇到一个情况，就是说如果今天我们是到2月份的日期的话，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你会发现那后面这两个就会出现错误值。那所以我们要把这个错误值给盖起来，所以这个时候函数我们再修一下。那我们可以再学会一个函数呢，就是等于 if error。if error 就是里面第一个放的是运算式，然后后面放的就是一个你想要呈现什么，所以这边放的是一个运算式。这个 if error 就是如果发生错误的话，那发生错误呢，这边就是要出现什么，就是如果当这个运算式发生错误的时候，那想要呈现什么出来。好，那我们这边呢，就是把上面这个运算式，就这个运算式呢放在这个地方。好，那如果发生了错误的话，我们就想要呈现什么？空字串2撇2撇。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呢，我们来看这里这个地方你把它往右边拉一点，它就呈现一个 value， 就是一个运算错误。好，只是因为没有那个日期，所以它发生了错误，所以我们就在这个函数这边再补一个 if error。好，运算式的后面，然后逗点隔开，当发生错误的时候就呈现空字串。好，那我们再把它往右边拉。好，打过来。好，那你看它2月之后呢，这3个格子就是空白的。好，那这边没问题，所以我们把栏宽稍微调整一下。OK， 好，那再来是星期的部分。
那星期的话呢，我会用一个函数哈，那这个函数呢是等于 weekday 哈，然后呢这个地方，这个就是某一天哈，某一个日期，然后这个地方是你想要使用的参数，那台湾我就会固定是打2。好，那我们解释一下呢，就是这个日期就是这一天，这一天的日期呢，我们把它放进来，然后它会帮你算出星期几，求出来是1的话呢，就是星期1，然后求出来如果是2，就是星期2的意思。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所以这里等于 weekday， 好，针对这个日期，然后帮我求出星期几。那这个参数呢，我刚刚说台湾都是用2，那这个2的意思就是说，它如果出来的值是1，就代表是星期1，那如果是7就是星期天。那如果你选择的是，等一下你参数如果打1的话呢，就是数字1就代表是星期天，数字7就是星期六。那这些我觉得比较不是那么的直觉，所以我平常习惯用就是直接用2。好，那我后面就打一个2，然后再右括号 Enter。好，那所以它现在就求出了一个数字1，所以6月1号，这里是2月，我们把它调到6月。好，所以6月1号是星期2，我们来看一下日期。好，6月1号就是星期2，它就帮我们抓出来了。好，然后呢，我在往右拖移的时候呢，当我拖移到7，这个时候等一下我会用一个功能，就是我等一下会做一个数值，然后呢特殊里面去选择这个繁字1的这个格式。好，可是它没有办法呢，这个7就会变成7嘛，它就没有办法是一个日的这个文字，所以呢我会再用一个函数。好，那 if 函数大家应该其实还蛮熟悉的，所以我这边就会判断一下 if 好，函数后面一个左括号，如果呢这个星期抓出来它是等于7的话，然后条件成立，我们就呈现日。好，那如果条件不成立的话呢，就是直接把星期给抓出来，所以我们函数就再打一次就好了。好，然后一样这个位置，然后以第2种参数，2号的参数。好，然后右括号 Enter。好，那我们再把它往右拖移看看。好，你就会发现，这个地方呢，如果是7，它就呈现日了。好，我们一样把它拉到最后一格。好，然后好了之后呢，我们你看到这边又出现一个错误值，因为上面没有日期，然后它就发生了错误。好，所以刚刚学到的 if error 大家还记得吗？我们再补一个 if error 进来。好，再来就是当发生错误的时候怎么办呢？一样呈现空字串，右括号 Enter。好，那我们再把它往右边拖移。好，那目前呢正在选取状态，所以我们在格式底下，这里数值进来，然后特殊选择这个繁字1的格式，然后按下确定。好啦，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星期跟日期都搞定了。好，所以我们现在看，如果是2月的话，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这里呢它就是空白的，它就不会呈现出什么。那如果是2024年闰年的那个2月的话，你就会发现它就会有29号咯。好，那日期确定没有问题之后，我们再来下格式。那我还是把它调到我们现在这个月份6月。好，然后这边我多来几个格子，这样子我才知道我等一下颜色要下到哪里。好，我们就这么多好不好？然后这边我就选择一个所有框线。那现在我们要处理的是呢，如果遇到礼拜六、礼拜天，然后它就要有个颜色。所以第一个要选的是这一个C3这一个，好，然后把这个比例稍微缩小一点点。好，那我们就选到这个储存格，压着 Shift 做选取。好，然后等一下我们还是会用到这个函数好，这里再复习一次。好，这里用红色的好了，等于 weekday 星期。然后如果这个日期然后判断一下是不是大于5，那大于5就是什么？就是礼拜六、礼拜天，对不对？好，那这个日期呢，我们现在是不是都在第3列上面？好，所以是 C3、D3、E3，所以我们等一下判断的是 C3 这个位置嘛，对不对？那我们想要判断是 C 栏、D 栏、E 栏、F 栏都要判断，所以这里就不能锁。那我们的日期都在哪一列号上？都在第3列号上，所以这里是要锁住的。好，然后以第2种方式来做判断。好，那等一下我们就是这样子的函数来，我们先把范围选取起来。
好，所以我选了这里哈，然后到这里，你的起始位置如果选错，等一下格式下出来就会错误哈。那我们到常用底下的设定格式化条件进来，然后管理规则进来之后，我们新增一个规则。好，我先把这些字清掉。好，然后这里我们用的是公式哈，然后这里来等于 weekday 左括号。针对这一天，好，点它一下，记得 F4 一次，好，然后记得锁列不锁栏，逗点隔开，以第二种参数来做判断。如果星期回传出来的值是大于5，那就等于是礼拜六、礼拜天的意思。好，然后我们再到格式这边来，然后针对填满的颜色，这边大家就任意挑一个你喜欢的颜色咯。好，那我就选这一个，好，然后确定，好，然后再确定，好，再确定。好，你就会发现，那这样子6日它就自动判断出来就是有颜色的。好，那我们可以再切换一下别的月份看看。好，你看这里，好，这样子 ，OK， 应该是没有问题。好，然后再来呢，我们要判断的是什么？是节日。所以在对照表这里呢，我就已经先去网络上把这个所有假期的日期都已经先抓出来了。好，那同学把这个档案下载回去之后呢，就跟着老师的操作方式。那我的档案就是也是一样，就是我们刚开始看到的样子，就是都是空白的，但是这个对照表我会先帮你先做好。好，然后我们要学一个函数是什么呢？好，来这里。这个函数我想应该很多人也都会了哈，等于 match， 这是 match， 那底下它会有3个区间。第一个区间呢是你比对的值，所以就是我们的这个日期，然后所以这里就是我们的 C3 储存格，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比对的清单，比对，字很丑，请原谅老师字太丑了，比对的清单。那再来第3个是比对的方式，如果你打一个0，就是要一模一样的值。好，那等一下比对清单呢，它是一个固定的位置，然后我们在比对的时候呢，跟刚刚一样，日期都在第几列号上，都在第3列号，所以记得日期这个地方你要记得把它锁住，就是第3列你要锁住，然后呢西栏是不要锁的，因为我们西栏也要判断，D栏也要判断，E栏也要判断，所以西不要锁，然后日期都是在第3列上面，所以3是要锁住的。那这个比对的清单呢，就是在这里，等一下我们只要选择就是这个范围就可以了，这个范围就是我们比对的清单，然后后面打一个0，就是完全相符的值。好，那我们来试试看。好，范围一样跟刚刚一样哦。好，选取这个一样是这些范围。好，那我们再做一次格式化条件，在常用标签底下设定格式化条件管理规则，进来之后再新增一个规则，那一样是使用公式，等于 match， 好，左括号，拿这个储存格的值 F4 一次，然后逗点隔开，到隔壁这个对照表，那我们从第1天选到最后1天。好了之后，它已经有锁住了，那就是你只要确认一下它有上锁就可以，前置号 D， 前置号1冒号，前置号 D， 前置号22。好，逗点隔开，我们给它一个0，就是完全相符的值。好，那就精确比对的意思。那格式进来之后呢，填满，我想给它一个红色，但我感觉这个有点红，所以我再到其他色彩，制定这边稍微再淡一点点就好了，稍微这样淡淡的，然后确定。那再针对字型，我想给它红底白字粗体字，好，然后再确定。好，再确定出来，好，然后再确定。OK， 那6月14号是端午节嘛，所以就放假。我们看一下2月比较清楚，2月就是年假那几天，好，这边好228也是放假的。OK， 好，那这个完成之后呢，剩下就简单了。好，那再来我们再回到6月，好，然后我们刚刚说呢，就是在这边我可以选择就是下拉清单所以我们现在要选的是这个范围就是姓名下面的这个范围。那我们在资料底下有一个功能叫做资料验证，然后选择清单，选了清单之后来源点一下，然后对照表这边你可以选择这几个储存格，好了之后按下确定。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点它，早班、午班、休假，
好，那这个时候呢，大家看到老师刚刚的范例上面休假也是有红色粗体字，对不对？好，所以我们还是把这个范围选取起来，然后给它常用，然后置中对齐比较漂亮。好，所以我们再一次格式化条件。那记得你看老师选取的范围是 C6 开始选到格子的最后一格。好，然后我们格式化条件进来之后，在管理规则再新增一个规则，一样是用公式。好，等于这个位置。那记得我们现在所选到的每一个格子都要进行判断，所以完全都不能锁住。F4 一次，现在锁的是6，再 F4 一次，现在锁的是 C， 再 F4 一次，要完全都不能锁，也就是说每一个储存格都要进行判断。好，如果等于休，好，那文字的前后呢要加上2撇，文字字串。好，那格式进来之后，大家就选择你想要的色系。那我一样是粗体，然后白色填满红色。好，然后确定。好，确定，再确定。好，所以如果排休的话呢，这个颜色它就会就是比较明显。OK， 好，那刚刚看到老师的另外一个范例呢，我们再回到老师的范例。好，老师的范例呢，这边就是我如果随便挑选一下，那我们这边看到有一个清除的按钮，这是其实做了一个巨集的设定。好，那如果你想要做巨集的话，你的 Excel 档案就必须存成巨集活页簿。那这边老师也带一下怎么处理。好，所以我们在开发人员进来之后呢，可以点按这个录制巨集。好，然后录制巨集呢，巨集的名称我就输入一个清除内容。好，然后我们不需要快速键，那记得巨集要存在现在这份活页簿里面。然后好了之后，你按下确定。好，然后等一下我选取的范围会被记忆成固定的位置，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就用比较简单的方式来处理。那如果说你的范围是会变动的，可能要用另外一种方式进行巨集的录制。好，那所以我现在从 C6 开始选，然后我们选到31号我的范围，然后有格子的部分。好，那我选取起来之后呢，我们再到常用底下的这个橡皮擦，然后选择清除内容。好了之后，再把游标停放在这一格好了，就是我们要有一个那个取消选取的那一个动作。然后好了之后呢，我们再去开发人员做停止录制。我们再去插入，然后选择一个按钮，然后在这边拉出一个矩形。好了，我们就选择我们刚刚的清除内容，然后确定。好，然后这个文字的部分我们就稍微修改一下。我们来试试看我这边如果给它一些班表。好，然后我们再点按清除内容看看。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刚刚在移动那个萤幕的画面呢，它也录进去，但虽然它闪得很快，我们这一次就它闪得很快。那你如果有点介意的话，我们就把这个再缩小，再缩小，缩到你可以看到的范围。好，那我们再录一次，记得要先缩小之后再进行录制。好，那我这边呢就打一个清除内容2。好，那我们一样按下确定。好，然后好了之后呢，就把范围选取起来。好，然后再回到常用，清除内容。好，只是做这个动作给它，你就游标可以随便点一个位置取消选取，然后在开发人员停止录制。那好了之后，我们再去清除内容，这里按右键，然后重新指定巨集，好，然后选择清除内容2，然后再确定。好了之后，我们把比例放大。那记得这个放大缩小的动作都不要在录制巨集的时候做，因为它都会跟着录进去。好，我们试一下。好了，这里点按清除内容，你就会发现这样子它就比较不会有那一个闪一下的那个感觉了。好，那我们的范例呢其实也差不多完成了。那再来最后就是要存档。这个时候呢，记得因为我们有录巨集，所以另存新档的时候，你要存的是巨集活页簿 XLSM 这个档案格式。好，那存好之后，我们确认一下我们所做的是否都正确。我现在如果到2024年，然后2月，好，那因为老师没有放上2024年的假期，所以它就不会有那些红色的颜色。
好，你看它闰年的这个29号就有出来哈，然后再来我们如果到2021年的7月，好，那我们确认一下7月1号是不是星期四？好，来日期7月1号，好，7月1号是星期四，所以这样子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咯。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希望对大家在处理这个员工排班表上面能够有所帮助。好，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